欢迎收看第981期《北京不静音》，这也是我为于朦胧发声所做的第18期节目了。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在支持于朦胧忙着到处点赞，去维持这个热度啊，很感谢大家。那么，首先一个好消息就是关于他的这个连署啊，现在已经突破了47万，很快就50万了啊，大家加油。那么，但是呢，就是这些到处忙着点赞的人啊，他也没那么多时间去听这些节目啊，所以很多人听我的节目就看一个标题，然后进来呢听大概1分钟然后就以此来决定是给我点赞呢还是骂我。这就是为什么上一期节目那期英文节目我被很多人骂。他们认为我在替习近平洗地，因为呢我分析说，即便是一场献祭，那么那个对象也不会是习近平。做出了一些分析那么但是很多人也就听了2分钟，最多3分钟因为完播率显示的数据就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听到那期节目的最后，我说的很清楚了，我把那个话今天带到前面来说，就是于朦胧的死这个原因你可以归咎在习近平这个人的身上，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还有最重要的，他们这几十年在那片土地上所建立的制度，所形成的文化，这一切的深远影响都导致了他的死。所以我今天呢，想把我从给他做的第1期节目到现在第18期节目有几个立场吧，我的看法从来没变过，我再重申一遍。第一，他不是自杀，是他杀。那么哪种情况呢？是一群经常欺负他的人，然后那天下手重了，导致的呢？还是说他们是有预谋的，一步一步都计划安排好了，就决定在那一天夺走他的生命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他杀，我不相信他会自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认为他们那一群人的关系并不通天，所谓不通天，就是不是盛传的什么蔡奇习近平或者什么习远平，我觉得不是他们这些人。为什么呢？今天我也会去做一些分析你比如说这些人说有一个自己的证据被于朦胧弄到一个什么 U 盘里，对吧？有人说是洗钱，有人说是卖军火，有人说是搞这些地下回产等等。那么也有人说呢，于朦胧不是为了告发他们，而只是有一点点证据呢，是为了跟他们解约这个事情我们还可以再去追踪，关于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个 U 盘，到底什么内容。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一群人是习近平的人，就是为了去把于朦胧弄死，搞一个献祭的话，那么还有什么？都是自己人，还有什么可要暴露说什么卖军火因为你卖军火，或者说你洗钱什么的，在中国你怕被谁查呢？你怕被你的政治敌对势力，或者你怕被习近平查。我说这话并不是说习近平是一个包青天他特别的铁面无私，然后去在那里搞反腐，不是，只是因为我说这些人他并不是习近平核心圈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虽然在干这些事情，但是他也得害怕被习近平查到他们的腐败，他们的往外转移资金，掏空这个国家等等的，这是一个原因。好，第3个观点，很多人听完刚才那个观点就觉得我一定是在替习近平洗地，对吧？习近平没事，很多人就喜欢，就希望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扣在习近平的头上，对吧？你可以扣，但是献祭这个事儿，我觉得不是他，因为如果你一定咬死了，是他的话，你就会错失那个真正的目标，对吧？那我第3个观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不会是最后一个人。这些事情会反复的发生在那片土地，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以及习近平的存在，你得让他们消失。这里说的已经很透彻了，对不对？而且如果他们不消失，那么关于他的真相和公道你是讨不回来的。我做一个预言大胆的预言，你是讨不回来的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也会去分析一下现在有一个新的关于这个案件的突破口，就是程青松这个人那么好，给大家看看程青松这个人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这是他发的最后3条微博现在他的微博已经消号了，最后3条微博都和乔任梁有关
致永远的青春少年乔任梁，乔任梁我们的10年，以及说最后一次跟你说再见，告别乔任梁，这就非常蹊跷，对吧？那他为什么要在这个节点上提到乔任梁呢？他为什么要消号？我的判断是这样啊，很多人说啊，这里边有很多的传言啊，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啊。有人说呢，程青松参与当年9年前害死了乔任梁啊，一直是装好人，包括陪他父母去扫墓什么的，装作是他的朋友，一直很哀悼他。但是呢，实际上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去做了一场法事嘛，等于以乔任梁的死去换取了他这将近10年的好运。那么现在呢，这个人替换成了于朦胧，所以他不需要乔任梁了。由于朦胧的死给他带来未来10年的好运，所以他这还是在挑衅网友，就是说我就这么嘚瑟，你们能拿我怎么办？这是一种看法。那么还有一种看法呢，就是说，他呢是在向他上面的人做一个威胁啊，因为在这里提到乔任梁，意思是说你们现在要保我，我被网暴的很厉害啊，现在矛头都指向我程青松，所以如果你们不保我，我就把我知道的关于乔任梁以及这次于朦胧的事情我就捅出去，等于是用这种方式在向上面做一个威胁。我的看法是第3种看法，我觉得前2种都不是。我觉得程青松应该是一个心理素质不高的人啊，没那么强。那么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啊，就是这不管是10几个人还是20几个人啊，这个团伙里面肯定有一些人是没有什么背景的，地位偏低的，会被容易拿出来当替罪羊的，对吧？程是一个人，那么杜也算一个人啊，包括那个范，对吧？还有田，甚至宋啊，这几个人都是背景没有那么深。那么谁会先出来呢？这个由他们自己组织内部决定，但是也要看谁的路人缘最差，以及谁的心理承受能力最差。那么范之前就已经呈现出了一些崩溃的迹象，那么现在程先崩溃了。程的崩溃是在这儿，就是说啊，用这3句话，然后呢，包括消耗啊，但是这里面存在一种可能，就是其实组织内部已经决定要牺牲他了。这块会埋下一个伏笔，什么伏笔呢？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在去网暴这几个人，对吧？中国这些网友啊，在网暴他们，然后呢，在传各种各样的谣言，对吧？有的传的非常的邪乎啊。今天我们也会说到其中一个啊，比如说798那个 Cube 美术馆啊，一会儿说。那么好，当这些谣言传得越来越邪乎的时候，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谣言的背后，有些是中共传出来的，这很奇怪，对吧？有些是中共安排水军放出来的这些消息，特别邪乎的这些谣言，很多是中共放出来的，很多是我之前提到的法轮功的媒体放出来的。那么法轮功的媒体在私底下跟中共的联系有多深？我原来节目分析过，大家自己去听。好，不想在这儿展开，因为要花很多的时间。不要从表面上看一个人说是反共的，或者一个组织说是反共的，他就跟中共没有联系，他就不是替中共干事儿。不要这么简单的去想这个问题。中共从他建立这个党到真正能夺取政权，他最厉害的就是统战，就是他的宣传，他的手段就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他会自己黑自己，然后在某一个节点上去反转，达到一个目的。那么于朦胧这个事情现在有这么多的很邪乎的谣言出来，我判断也有这个目的，就是首先第一个目的啊，散播这么很奇怪的谣言，就会让大部分的人慢慢远离这个事情。你们到现在还在听的很多人是坚持的，就是说现在出什么样的细节你们都信，对吧？什么一张人皮你们也信啊，一个什么他的带血的外衣你们也信，说他现在被制成标本运到日本你们也信，然后现在说什么798那个 Cube 美术馆底下有一条通道直通宝格丽酒店你们也信，就是所有这些东西你们都信，然后所有对这些事情谣言质疑的人，然后你们都去骂，那你们实际上掉入了一个信息茧房之中，你知道吧？
然后你们的想法会越来越极端，你们会越来越偏离那个事实，但是你们的人数会越来越少。就是持有这种想法，愿意这么去支持他的人会越来越少，大部分的人会被这些很荒谬的谣言推远，太乱了，搞不清楚然后全都在那传谣言，没点任何真实的东西，很多人就不听了，很多人就不支持于朦胧了，慢慢这个热度就下来了。这就是中共的伎俩，这是他的策略一。策略二就是当你们不停的网暴，对吧？网暴程青松，网暴什么那个姓范的，网暴这些人，然后搞这些事情，然后传这些谣言，弄得很大的时候，还是没有真相，对不对？好，等四中全会结束之后，中共会放出一个真相来，放出一个小小的替罪羊，编一个看起来合乎逻辑的一个故事。你比如说牺牲程青松，或者牺牲那个范世琦，牺牲。然后呢，以什么样的方式牺牲呢？以一个受害者的一个形象去包装他们。你比如程青松，现在已经埋下伏笔了，对吧？范世琦已经埋下伏笔了，因为身体原因被你们网暴，被那情绪不好，演唱会也开不了了。程青松也是这样装作自己是一个乔任梁的好朋友然后现在也是受不了网暴了身体也有问题，我也要看医生了，我这个微博都被消耗了，对吧？那么好，四中全会之后，有一天突然死了，说是什么抑郁症死了，或者就是自杀了承受不住心理压力，被你们广大网友网暴，死了一个人了。然后中共这个大肆宣传一番，然后说这个事情编一个故事。那在那个点上，很多中国人是会为这个故事买单的，因为什么？首先死了一个人，中国人觉得有了一个交代，他就不会继续再往下追查了。然后并且中共中央会定性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来一个更严厉的净网活动任何的网暴你看你现在这样，为了于朦胧你去比如把程青松网暴死了，出人命了，那好，你们现在再去说任何的关于这个事情，都罪加一等等等的很多人就会闭嘴了。这也是第二招去降这个热度。第三招还有一个棋子可以用，就是于朦胧的母亲。很多人担心她的安危我了解到的信息是目前没有生命之忧。那我的判断也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四中全会的时候不会的那只是控制起来了，不能让它出来发声，不能让它露面就是把这个热度还要继续往下降，但是肯定也有人在做他的思想工作。所以如果后面四中全会之后他的母亲出来说很悲痛，然后最近都是很悲痛，所以没有跟大家打招呼但是现在我想给社会一个交代，我就不占用什么公共资源了。那么我认为我的儿子那他可能就是什么饮酒意外坠亡什么，说这么一套话，那很多人也会被这个事情劝退，就因为你看人家的母亲都说了不是他杀，对吧？可能就是个意外。那我们还追究什么呢？很多人就散了，就跟9年前的乔任梁一样，他的父母那个时候也说我们的孩子就是抑郁症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刑事案件，没有这些事儿，那就把很多人的嘴都堵住了，因为他的父母都不去为他追求这个公道了，对吧？但是我想说，如果后面于朦胧的母亲是有这样的表态，我们也理解一下，对吧？因为他在那个国家里承受的压力是很难抵挡的我们不要苛责他，即便他这么表态他的丧子之痛对他来说已经够痛苦了，所以我觉得不用苛责他。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是中共可以摆出的第三道棋子，所以他手里棋很多，这些棋都可以把大部分的人劝退。那这个事情的热度就下来了，他也不用给真相，对吧？这个事情的热度就过去了，然后有一些新的热度的事情比如什么把吴亦凡放出来吧，或者又搞一个什么新的明星又死谁了又怎么样，然后这个甚至发动战争了反正这些都是更热的事情。于朦胧这个事情就彻底翻面了。那么这一切的目前的前奏曲，就是我所看到的，就是不停的散播各种奇怪的谣言。那有的人是故意的为了流量或者跟中共就是中共的外宣，他在散播这些谣言，去帮助铺垫，好像表面上这些谣言都是对中共不利的，但实际上非常邪乎，对吧？他实际上
产生的效果是在让这个事情降温。这是一群人啊，还有一群人就是非常支持他的，但是只是支持的有一点极端，就是任何跟他们想法、他认为的那个故事版本不一样的，他都要去骂。那比如很多人跑来骂我，就是这个原因，对吧？好啊，我今天给大家分析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798这个 Cube 美术馆，先给大家看一眼啊，这个就是 Cube。这个美术馆应该是2020年新弄出来的啊，我应该是去过，但是印象不深了。有人说呢，这里面是有什么人体标本呐、什么说乔任梁在里面啊，然后说这个于朦胧的献祭的这个场所也在这里面啊，因为之前有一个是很多人把它跟那个红砖美术馆啊，就是日本艺术家盐田千春做那些红色线的那个展览，这两个美术馆搞混了。首先这两个不在一个地方，这个798和那个红砖美术馆差8公里啊，那红砖美术馆还要再往北往机场那个方向，这我之前说过了。好，798是北京一个很大的艺术区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展馆。那么这个展馆呢，有一个信息啊，最先指向这里，就是说这个于朦胧啊，要在这里开一个个人摄影展。这个之前大家都看过这个信息，对吧？就是我今天这个背景图、封面图做的，说他这个摄影展的名字叫未完成的边界。那么你看照片中啊，他也喜欢摄影，是吧？拿着一台徕卡相机啊，喜欢摄影。但是呢，这个摄影展说原定的展览日期就在这个 Cube 美术馆，就在这个地点啊。那么是9月6日到12日，那就是将近1周的时间啊。好，但是很奇怪的是啊，我到处都找不到关于这个摄影展的信息。因为按理说，一个摄影展啊，它从筹备嘛，那你要广而告之啊，说我比如未来1个月后、2个月后，甚至3个月后，我在这个地点有一个个人的摄影展，对吧？而且他是一个名人啊，有2000多万粉丝，你肯定是要发公告到处去说的，对不对？那么在说的过程中，你肯定是要做一个海报的，就是一个类似主视觉图。你就像比如类似我们这种封面做的，对吧？他为主角啊，于朦胧个人摄影展，名字叫未完成的边界等等的，在哪里几号到几号，你一定会有这么一个图的啊。因为我原来做过我个人的摄影展，这都是必须做的，我们都会做一个这个宣发图，对不对？海报什么的。那么这些东西在网络上应该是有痕迹的，对吧？即便出了他现在这个事儿，大家都在删啊什么的，但应该是有痕迹的。但是我现在到处找不到这张海报，我找不到这个痕迹。所以如果你们有啊，也请发给我，我也联系了一些墙内的一些朋友，再去看有没有办法直接到798去找到，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摄影展到底存在不存在，其实很重要，对吧？它是一个谣言呢，还是说它原本就存在？因为如果这个摄影展存在，有些东西我们就能理解。比如说9月6号，于朦胧心里会觉得我要开个人摄影展。那如果他那个 U 盘拿的证据是为了去跟公司谈解约，那他说的话，他就可能有些话啊，也许就能说得更硬气一点。因为9月6号他要去公开的亮相，对吧？这个会不会是某一种他觉得是一种筹码，可以去讲价的筹码，都有可能，对吧？当然了，人家就先下手为强了，比如说就是在9月6号之前，就甚至有人说8月，对吧？就把它给控制起来了，软禁起来，那这个摄影展也别办了，这是有可能的。到底这个摄影展有没有正式的开展过？这个我也是很关心的啊，因为我其实挺想看他这个摄影展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围绕着就是从纪念这个美好的人的角度来说，那么他这些拍摄下来的这些作品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挺想看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他拍摄的作品，从这个角度去纪念一下他，理解一下他。甚至有可能啊，把他这个摄影展上的这些展品啊，没有展出的，对吧？这一次没办成，包括他拍的一些其他照片，如果有人能搜集起来，那么在海外或者未来在中国啊，重新为他办这么一个他的摄影展，我觉得也算了却他的一个心愿，对吧？也可以形成一个纪念他的一个公共活动和一个场所，这是很好的啊。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啊。所以这个摄影展其实很重要，有没有办过？
啊？为什么现在连一张海报的信息都没有，对吧？那当然了，有人说是全删干净了，对吧？全删干净了，那这个798Cube 这个地方就很有问题了，啊，你为什么要删的这么干净？而且能够删的这么干净，是动用了多少钱和这种关系、权利才能办到的，对不对？连外网我现在都找不到这张海报，啊，这是一个点。还有一个点，有人说这个这个798啊 Cube 这个美术馆啊，说它地下有个通道，跟这个北京宝格丽酒店是通的，然后他们搞这些什么献祭啊，什么这些东西都从这个通道里走，这个谣言我必须得去辟谣一下。有的人就说啊，就说你北京你为什么不能加入我们，就一块儿去，就反正什么谣言什么这些东西，你都拿出来跟着大家一块儿说呗，我们就把这个声浪搞大，对吧？还是那句话，我意识到这种传播这个谣言是一个双面剑，一定要有人质疑其中非常离谱的谣言，就明显不是真的谣言。因为如果没有人去做这个事儿，我们只能走得越来越极端。表面上看好像大家都完全认同，但是我们的人数会越来越少，好多人就被劝退了，这个是不利于为于朦胧发声的。所以没办法，我愿意承担这个角色，我会去辟谣这些我认为太过分的谣言。那当然了，其实这个事情是对流量啊什么是没有好处的，因为我顺着说啊，你们都来给我点赞，对吧？很多人来看我去传播，是可以挣这个流量费的。我这么逆着说，我就是挨骂，对吧？但没关系，这就是我该做的。所以今天这个谣言必须得辟啊，就是说这条通道不可能啊！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不可能。我们看这张地图，大家看啊，这个红色的点，右上方这个红色的点就是798啊。那么这个 Cube 这个美术馆就在这个798里面，然后往下左下角啊，这个蓝色的起点，这个就是北京宝格丽酒店。他们俩之间啊有多远的距离呢？大概是5-6公里吧，直线距离啊，5-6公里。然后你们看啊，它要跨越北京的3环路，跨越北京的4环路，啊，这条霄云路还是很热闹的啊，因为我对这个区域非常的熟悉啊，我就是北京人。那么，都是主干道啊，而且这个区域内有很多的水系，就有一些是以地下水的形式存在，那个水位都偏高的。而且这个区域下面也有地铁啊，而且这个区域有大量的这些居住区、商业区等等的，所以在这么远的一个距离，然后这么复杂的一个市政情况下，你要挖一条通道，你们知道这个工程量有多大吗？这就等于是挖一条地铁呀，几十亿的钱要投进去，然后你要然后得花4-5年时间吧，至少，然后在这个底下去挖，你想你要通过多少部门的监管啊？水呀、电呀、管道啊，然后这些地铁等等，你得如何掩人耳目的，就是自己私自干是肯定不可能，肯定是要有上面的会议，对吧？那有人就说了，那习近平一手遮天了，他干什么干不出来啊？挖一条通道算什么呀？这几十亿。但是问题就在这儿，这就很荒谬。为什么我说这事儿绝对说不是说能通到习近平什么，他们要干这事儿？你想象啊，习近平也好，蔡奇也好，在中国一手遮天。如果说他想搞一个这种献祭啊什么的，或者说就去把一个人去草菅人命，从一个地方，比如就这2个地点之间转移来转移去啊，你哪怕一天转移100次，他可以以各种理由去封路啊，甚至不封路，去派一个什么武警分队什么的，然后就直接就用车就可以了，没有人管的，对不对？他们都权力都到顶上了，谁会管他们呢？何必要这么大费周章的去挖一个通道在底下运人呢？对吧？用车就可以了，一样没问题。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一个谣言，而且从工程量来说也是不可实现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么一个谣言啊，在网上传，然后我想去指出来的时候，然后你知道散播谣言的人跟我说，如果你想证明我这是谣言，你得证明这条隧道不存在。那这就是完全本末倒置了。
你散播谣言的，你要证明你这条隧道存在，你得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你拿不出来，你这就是谣言。你不能说让质疑的人去举证，那不是很奇怪吗？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对吧？我们现在说谁是凶手，对吧？你比如你传谣言的人，如果我现在指认我说你就是凶手，你就是害死他的凶手，那你自证吧。如果你拿不出证据，那你就是这个凶手，逻辑是一样的。你觉得荒谬吗？所以，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在用这么一种方式，所谓替于朦胧讨公道，对吧？因为没有真相，没有立案，对吧？我能理解啊，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很多人用的这个方式就是文革时候遗留下来的方式，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好，先给你扣一个帽子，啊，我就是把你批斗死，啊，没有道理的，没有道理的，就是逆我者亡。但是用这种方式啊，我们看到那也确实起到了一点点吧，我认为积极的作用，就是给到了程青松、范世琦这样的人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啊，我觉得现在啊，比起来，程青松更像是目前这个案件的一个突破口。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强，而且从他的这最后3条这个微博啊，他一定知道当年乔任梁的一些真相，而且他在这个点上这么去说，也就是说，其实于朦胧那个事他也一定知道，我是这么判断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突破口。如果他承受不了压力，吐出一些事情来，那就会让这个事情啊更往前一步。但是大家一定要防着，这有可能是一个计策，就是我们可能中计了，就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弃子，他现在在配合整个这个组织在演戏，他已经知道自己被抛弃了，他用这个方式在演戏，预先埋下一些伏笔啊，你看我被网暴啦，我身体不好啦，我都退网啦等等，后面如果他真出什么事儿，中共就可以把这个帽子扣回给现在所有散播谣言、所有网暴他的人，你们也小心一点啊，这是很危险的。然后上纲上线，对这些人去搞一个这个严打啊、严惩，然后以此让大多数啊不明真相的群众觉得，哎呀，就是这群人在传谣言啊，这群人中有一些是什么法轮功的，有一些是什么海外这些反贼什么的，就然后。传的这些谣言呀、献祭呀、人皮呀，什么都什么宝格丽酒店底下什么还有隧道到798什么都太邪乎了啊！大部分的人就不相信，然后再拿出这么1、2个程青松什么这些人被网暴死了、生命啊什么，再拿出这些事情啊，就足以让大部分的中国人闭嘴，足以让这个事情就翻篇，就彻底的结束了。他的真相、他的公道没有。当然了，即便不是这个计策，他的真相和公道我们也很难讨。我再说回来，中共不倒台，你可能永远不知道于朦胧或者乔任梁的真相。还有一点，我是希望大家啊，把你的这个注意力啊，从这些什么献祭啊、什么习近平啊、什么这些人身上先撤回来。你不要觉得我要就盯着习近平，我搞一个多大的新闻，然后国际舆论压过去，然后好像习近平就怕了，他就会去追查什么。我不要这么想，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如果到现在点你还觉得我在替习近平说话，那我觉得我也不用解释了。你这个，我也不想骂你啊，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脑子真的不太好啊。盯住什么？给大家看这张图。这是一个网友总结出来的，我没有核查里面的真实度啊，但是目前大家盛传的这10几20个人，他们所注册的公司以及传说的他们的一些各种人脉，那些人脉的公司，全串在一起的一张图啊，这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很清晰的版本啊，我也不想在这儿讲解，我想提这么一个视角，就是我们盯住这个，盯住利益，盯住那个利，就是。任何人做这些事情啊，当然你说献祭什么的，为了长寿啊，这是不是为了我的一个什么养小鬼啊，有财运啊，有好运啊，这算不算一种利益？当然算啊。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啊，这些信仰都是假的。真正的他们最关心的，对吧？他们也不关心人命，当然不关心于朦胧，甚至不关心他的那条狗，对吧？福利他都不会关心的。但是他们关心的是钱呀，所以。查这件事情要追着这个
利益这条链去查啊，包括什么背后的洗钱呀、卖军火呀，甚至啊，比如说暗网卖这些虐杀的视频呐、什么的，这些都是可查的点，追着这些去查，才有可能靠近真相。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他们当然是最怕被抖出来的。他们的关系不一定通到蔡奇，啊，有可能就是一个省部委的干部啊，他爸爸、他爷爷什么也就到这儿了，他们就敢这么胡作非为的，他们就能调动一定的公安资源，或者这些舆论啊、封杀什么，他们就能调动一些。还有，我最早也再说一遍啊，他们把事儿搞大了，那么这个大黑社会中共，蔡奇也好，习近平也好，当然他会下场去把这个真相去掩埋了。为什么呢？就因为你不能乱起来，他们在意的是乱不乱。习近平他们并不在意说我要保住这十几个人，可能他们都不认识，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没必要保他们。他们封锁真相不是为了保这些凶手，而是为了不乱，就是封锁，不让你们看到中国的黑暗面，这是他们的出发点。那当然了，这些他们什么洗钱啊、什么倒卖军火等等啊，这些东西如果真能查出一些实据来，把这些消息散出来，那么有没有可能导致习近平对这些人进行一个痛下杀手？这是有可能的。那这可能是他们倒霉了，大家可能也稍微爽一点，对吧？所以我觉得从利这个角度去突破啊，看看程青松这边会不会扛不住，被牺牲也好，或者自己扛不住也好，能不能吐出一些事情来，或者在他身上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会推动这个事情继续往前走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啊，就还是这句话，就是我们能做的，继续去签这个联署，继续去扩散这个影响力，对吧？因为现在很多的国外的很多媒体、自媒体也都开始在报道这个事情。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故事。我觉得谁也不用说服谁，也不用去骂跟你相信的版本不一样的人，对吧？有人去疯狂的传这个谣言，那就一定会有人去把其中一些很荒诞的部分去做一些修正。这个修正也是必要的，因为最终啊，我们还是要通向那个真相，而不是说我们拿着这些谣言就可以去骗自己一辈子的，对不对？好吧，那我们就继续努力啊！我真的特别想看于朦胧的摄影展和他的摄影作品，这是另一个话题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吧。感谢收看、订阅、分享。